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阿泰是来到了重庆丰都的大山里，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崖壁底下，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之中，方圆几公里呢都没有人烟。这户人家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居住安家，并且呢把房子建在山洞之中呢？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，大家跟我一起进洞去探访一下主人家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户人家所居住的大峡谷。我呢，其实也是从那边开车过来哦。然后呢，路过这里的时候呢，晃眼之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。这个路往前去呢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段的盘山公路啊。它这里呢是有这么一条公路，径直的通向他居住的地方。还好啊，它这个地方已经通公路了。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在一个大峡谷之内啊，整个这个峡谷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的，只有他这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崖壁洞中啊。这个环境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我们看到主人家好像是在地里挖东西，那儿呢停有2辆车，不知道是来玩耍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车。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有人在那儿直播呀？是不是外地来这个搞直播的人？美女，你这个是在这里搞直播吗？哦，没在播啊，也是外地过来的吗？哦，咦，这小狗咬不咬人？没有，我拍视频。你们也是过来玩的是吧？哦，就住这里的吗？哦，别的地方过来的。我是来这里，我还不知道嘞。我车子开到上面看到的。我也是在外面到处玩的。外地的遵义的。你一个人在这播吗？没在播哈。哇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正好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下的山洞里面。吃饭没有，大哥？你是住这儿耍的，不是住这儿的？哦，我遵义的。你晓得吧？哦，你是住这儿的哈？哦，你们在搞啷个嘛？哇，在整木头啊？你们在整木头卖吗？没有。哦，我看噻。哇，他们这里是在这里做这个棺木来卖的哈。搞了几个了？4个了。他这个搞来要上油漆吗？不用上油漆啊。这搞得这么大呀？你们这边木料大呀？这个棺木挺大的。哦，你就是来帮他们搞这个。它这个上方是盘山的公路，这里呢就是一大片崖壁啊。这个崖壁的高度可能是70-80米。哇，崖壁角堆了好多的这个要烧的这个木材。它这个房子呢，实际上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的一个山洞口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上方呢都熏得黑黑的，那个呢因为长期在房间里进火焰煮饭嘛，所以就正常熏的那个黑黑的火焰。然后这边这个半崖这里啊挂了两三排的这个玉米啊，就挂在那个半崖上，还做了一个栏杆啊。这胆子小的还真的不敢上去啊。它这个木房子呢建的是2层啊，上面一层住人，下面一层应该是堆一些东西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啊。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要开发旅游啊？咱也不知道。它这个下方的还做了一个沟，然后这里呢就他们这个大叔和这个阿姨他们2个人在家里啊。是贵姓的？我姓罗啊。姓罗。你好大年纪的？要满60岁了。要满60岁了啊。你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多年了呀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现在等于就是你和阿姨在家里面。
哦，就在这瓦屯儿种点儿鱼，那种点儿苞谷哈。哎，种点苞谷。你咋的？你听得出来我说话噻？听得出来吧？听不出来。我遵义的。遵义了。嗯。哦。跟说话跟重庆有点像是吧？是。有点。遵义都挨到重庆的了嘛。哎。在这里都住了100多年了，住了好多代人了呀。差30代人了。30代哈。嗯。是你们祖祖的时候搬进来的吗？我们爷爷辈搬进来的。哎。那你这个房子是你建的吗？是他们建的嘛？他们建的。他们建的。哎，当时他们啷个会想到起在这儿来住啊？晓得了，我也找不到。你也找不到的。我们那时候小啊，我们爷爷那时候走了，住的时候没生长我们了。哦，你们爷爷过世的时候，你都还没出生？没有。那确实搞不清楚。哎，住在个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？是啊。站在这儿都一个风都比较大。那是凉快哦。你们那个房子还是建的2层哈？层数了30层的。建的30层。那建的有点大，正好把个洞口全部给它堵起哈。是。住在里面倒是要得。要得。但是人生穷了没办法，只有做爱情。其实以前的人，以前他们应该是多啷个才跑到这儿。是，对吧？对头。因为以前是乱世了嘛。你不找个好点的地方躲起的话，有可能生命都成困难。那是。等你在这儿涨水的时候了，这个下边的这个水沟都比较满哈。水大吧？人家满不下，有半河沟。有半河沟。那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，小孩呢？他们去读书去了。小孩读书？在读大学了？小学。小学？有的有出去打工去了。那你家小孩好多个？我们一家6口人了。4个小孩？有女儿嘛，女婿嘛，他有2个娃儿啊。女儿、女婿？2个娃儿？等于你就是一个女儿是吧？哦。过年去转那边？转来的。也转来哈。过年在家里面过年了嘛？平时的话都在城头。在丰都吗？是啊。你出去过没得？没出去过的个。没出门过。都是在家里面。你像你这点就在你住在这儿呢，种包括这些会不会有野猪啊？小？人家没得。现在没得哈。没得野猪。大叔在这里干活啊，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大概了解这里的情况了啊。到他们房间里面看一下，他说这个房子是有4层的，我们在外面看着好像是2大层，上去内部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进来的正门，他这个房子呢，说是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吧，在他的手上呢，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改装，可能就这个上来的这个楼梯吧，稍微改装了一下。阿姨，上去转会儿了。没事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，可能是偶尔有人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，可以在这里临时煮饭吃一下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哇，这个洗脸的这个架子有些年头了，这得100多年了吧。这边，哇，好多的腊肉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了。这个厨房就正好顶在这个崖壁的这个前端哦。这边是侧边的一个小道上来，咱们走这边来稍微看一下。这个栏杆上搭了2排的玉米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你像这儿做有这个栏杆，否则我也不敢再从这里走，因为下方就是很悬的这个崖壁，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还可以走到这个半崖上来。哇，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，我就问你们怕不怕啊？他们居住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
崖壁的小道从这里走上来，这儿呢有一个平台，这里有一个洞口。他们的玉米收了之后呢，就把它挂在这个栏杆上，剩余的一些叶子呢就背上来倒在这里。哇，这儿的环境那是相当的舒服。尤其看到一栋楼房在这里，边上还挂了几排的这个玉米棒子，看起来真的是烟火气息十足啊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。这边2楼，咱们上来看一下。这个跟我们大多数的农村一样，这个上面都是堆杂物的。哇，这边堆这么多玉米。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它是4层结构的房子，大概房间总的有5、6间吧，而且呢，已经修建了100多年，就是这个叔叔他的爷爷那辈儿就修建好了，4代人在这个崖壁下崖居了100多年。假如说让你在这里来居住一段时间，你愿不愿意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阿泰，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的巫溪县，看一下我身后这些高山崖壁啊，再加上油菜花，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，非常漂亮。我的正上方呢就有一条非常出名的网红公路，叫做磐石公路。何为磐石公路呢？因为它这条公路呢是修建在2座崖壁之间的夹缝之中啊，非常的险峻和震撼，很多老司机呢都不敢挑战。女司机更是望而却步。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因为这个公路它是呈锐字形，几乎垂直的向上攀升，拐弯的地方啊，都是要来回倒几把之后呢，才能拐得过来啊，非常的险。而且你的车后方呢，就是很高的悬崖峭壁。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，它不单单要考验你的山路车技啊，更要考验你的胆量和勇气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。今天呢，阿泰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挑战一下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挑战成功。我们这里GoPro的视角呢，也同时开起来了啊，大家可以来这个第一视角感受一下。哇，真的非常的震撼，而且这个路是很窄的啊。这边拐弯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的靠边一点啊。有些路呢，你看就拐不过来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的难度。你看这个地方我就要试一下，因为它容易搞起交叉轴。上面有一个人在那儿，你不走吗？不走吗？走啊，那就走啊。哇，天哪！我感觉开上去都得冒一身冷汗。我在想这个路啊，他们那个打路的人是怎么打的呢？那个打路的车那很大的呀，对吧？打路的车是那个拉的水泥很大的呀，他们是怎么打的？我靠，这些山里面开车的人那个技术真的溜啊！说实话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我的妈呀！哇，朋友们，这个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！我开上来都给我开出一身冷汗。它那个中间的那个坡度太陡，然后角度又特别刁钻。如果说你对山路不娴熟，真的不建议来挑战哈，因为你在中途来不来去不去的，还挺吓人的。所以说，讲实话啊，我自己开过一遍之后呢，我真的不建议不熟悉山路的人来挑战啊。那么这条公路呢，是上边这个村庄出去的唯一通路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又叫做令牌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这个面前这墩石头啊，就像一个令牌。可能云贵川渝的朋友知道啊，就是那个道士用的那个令牌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公路呢，也被称之为令牌公路，也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村庄出去的唯一通道。也就是上面这个村庄呢，它是住在一个孤崖上面。只有这个地方呢适合修公路上来，你要走其他地方的话，你就要修那个崖壁公路，那个工程量是非常浩大的，比这个工程量还浩大。因为这里呢，它正好在两座岩体之间一条夹缝，所以说这里呢正好可以弄成这个 Z 字形的这种形状呢，慢慢的把车开上来。虽然说很费劲啊，但是最起码是做到通路了。上边整一个村庄在这条公路未通之前的话，他们真的就是与世隔绝一般啊。下崖的话，可能都是要通过那种悬崖栈道，慢慢的下去，非常的危险。本来啊，我是想带大家到上面去看一下这个村庄，或者说航拍一下整个村庄的这个全景。但是这个下边在修公路，我在中午1点钟之前必须要下去。还有一个呢，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因为慌张嘛，时间比较紧急。本来想回来再飞一块电池，结果呢回来又撞山了，然后飞机也撞废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上面的村庄的前景呢，略显遗憾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，有没有看到我手指的方向那里有一户人家居住在那个岩壁之上啊，环境非常的漂亮。种了几十亩地啊，无忧无虑的在那儿生活，非常的羡慕吧？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，大家看一看。柳叶低垂落花飞，满天花雨沾雾眉。细看落花谁人醉？偏偏相思付与谁？欲问落花何处归？飘飘洒洒雨风随，心随放动寄相思，偏偏相思付与谁？我在江南，君在北，一片痴情空余对。落花含清风含泪，偏偏相思付与谁？再过一曲落花飞，花飞烟灭爱永随。眉笑的人憔悴，偏偏相思待春晖。
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啊，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幻的真事儿。你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发财方式，但是靠做梦发财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，第一次听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巫溪的宁场镇。我身后这一条河呢叫做大年河，就在大年河的边上啊，坐着一户人家。这一户人家的房子下面啊有一口泉水。非常神奇的是，这口泉水里面呢，经常会有鱼流出来，神奇吧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？为什么视频开头我要跟你们说它是靠做梦发财的呢？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门口写有一个神奇鱼泉的字样，房子的上方呢写着天赐鱼泉。从他们家这个大门口进来，在这个房后呢，要经过这个楼梯才能下去到这个鱼泉的位置啊。我们下去一饱眼福啊，要从这边一直往下走。等于说这个鱼泉是从他家的这个房子下面一直往下挖，一直往下挖。挖下来应该有10多米深啊！哇，还要从这里这个很窄的这个巷道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从这个地方冒水出来的，冒鱼出来的，都是同一种鱼啊！看到没有？这都是同一种鱼。哇，这，而且这个鱼很迅猛啊，很猛。哦，我来了一阵儿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它这边还是外部啊。实际上，这个出鱼的地方应该在里面，它这个整个里面给封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有一个窗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我们是可以下去看的，但是它这个地方是直接中间有一个墙封住的。看这个下面，应该这个鱼就是从这个位置流出来的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洞穴，这里有水。从这里冒出来，这个地方写着有个出鱼口，看一下，这里有个铁网，从这里面是有水冒出来的。然后他把这个出鱼的这个口子弄得很小，很小，因为意思就是让鱼出来了就不进去了。这边这个前面这里还弄得有尖刺的这种形状啊，也就是鱼基本上只能从这个地方出来，它再回就回不去了，出来就在这个塘子里面了。据说这个鱼呢是2种鱼啊，一种呢叫洋鱼，一种叫油童子鱼啊，生性比较迅猛啊，适合在这个暗河阴暗的地方生长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场景会作何感想啊？他们挖地15、16米啊，才把这个泉水挖出来的，你们说神奇吧？这边有一个神奇鱼泉的一个来历。这一户人家呢姓李，户主呢叫李长全，他们呢住在这个河的边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资源匮乏，因为都是悬崖峭壁嘛，没有什么土地，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比较困难。2007年呢，他们就准备搬家，但是在冬月18的这一个晚上啊，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当时也没有在意啊，结果第2天呢又做了同样的梦。这个梦呢，就是说做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啊，你家呢也困难了这么多年，你家房底下呢其实有好东西啊，你们把它挖出来呢就好了呀。那他就听了这个白胡子老头的话，就挖呀挖，突然间呢就挖到了一个铁板一样的东西啊，把这个铁板挪开之后啊，就发现有一个空隙，里面呢像布包裹一坨一坨的。正当他高兴的时候呢，这个梦就醒了。他心里觉得这个是好梦啊，非常高兴，就和他的家人商量。结果呢，儿子也比较反对啊，但是最终呢，因为他的坚持和固执呢，得到了家人的同意。所以呢，家人就举债10多万啊，从这个房屋后的崖壁往下开始挖。挖到了房屋底下16米的时候啊，终于凿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，洞里面呢涌出来了冰冷的阴河水。儿子在出水口切墙的时候啊，发现水里有东西在撞他的脚，他就说水里有鱼，水里有鱼。结果呢，他老爸也不相信啊，
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渔网呢挂在了这个出水口。果然啊，第二天早上这个网里面呢就装满了密密麻麻的油筒子鱼和洋鱼。所以说大千世界呀，真的是无奇不有。从此以后啊，每逢变天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打雷下雨涨水的时候呢，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鱼流出来，多的时候一天可以上千斤。平时呢，它也有少量的鱼流出来。大家可以算一下哈，这个鱼一斤可以卖70、80块钱，他们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多少钱？所以啊，我说他们家是靠做梦发的家，没有错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万能的网友们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在贵州沿河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住在半山腰上，周围呢全部都是原始森林。不管这户人家往哪里出山，没有1个多小时都出不了山。那么这一户人家为何会居住在这森林之中呢？曾经我航拍过这里的一个视频，有2母女呢居住在这里。今天不知道进去探访能不能遇到他们呢？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铜仁沿河县的大山里啊，我们今天要去山里探访一独户人家。我从下边那个村寨那儿走上来，还要翻过这个垭口，过去呢有一个毛马路，然后再往前行大概半个多小时呢，会到达几户人家那儿，然后继续再往前走半个多小时呢，才会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一独户人家。今天这个路程我都不想说了。这是翻过来的公路啊，有些朋友啊喜欢跟我吹牛，说这个路都不敢开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首先我的车是2驱的，像这种路的话，它是稀皮溜，而且下方上来的地方呢是非常的陡的，那必定是打滑。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说去那个石子路啊，然后有的人说这个路都不敢开。哎，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吹牛了，我好歹也是开过20、30万公里车的人，什么路况能不能去，什么样的车况，我心里有数的。这种路的话，就是一开一滑，稍微有点坡，基本上就上不来。这个路上好多折耳根呐。走过来之后，这边还发现有一个寨子啊，这里有好多户人家呢。大家看看这里房屋。走哪边？吃饭没到人家？吃了。因为这里没几个人住的了哈。赶紧打工去了。哎。我说这里原先有好多家人呢，有10家没了。10家有，10家多哈。啊。现在都出去了。啊，都是打工去了。你们要万一没几个老年人在屋头？看来有6、7个老年人。6、7个老年人哈。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边这个小村寨，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。这个山腰呀，虽然只住了1家人，但是它这个路呢还挺宽敞的，是不是这条路以前是上边这个村寨啊下山的这个主要通道啊，也说不清楚。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看是一望无际的大山和原始森林。你说要是这边没有人居住的话，谁会往这里跑啊，对吧？路都没有。这是他们家拉的电线，直接挂在这个松树杆上的。他们整个房屋的周边的这些土地呢，都有种起来，种的好像是玉米吧。怎么耍呀？2年做了哇？哦，真宝贵哦。2只狗在那里，我都不敢前进。阿姨他们1家人住在这里啊，他在田里干活，我让他过来说我们到他家去玩一下。嘿嘿。你们这儿就在你们一家人？啊，这只是我们一家人。现在几个人在家嘛？现在就是我们2个人了。小孩呢？小孩打工去了，赶紧打工去了哈。我们3个姐姐嘎，3个都成人了。都结婚了？3个崽崽都结婚了。啊。那你这福气好嘞？福气好，都拖不动啊。拖不动，他们结婚了嘛，自己管自己了噻。管自己也凶啊。是。我们姑娘去阿干打花。去年哪个时候？妈呀，20几啊！我去年飞机过来拍过的。哦，去年啊。就是去年。为什么这么让我们姑娘去？你姑娘看到了嘛？我都看到你姑娘的了嘛。
我们到了在后头到工都收头去了。我们工人才到工头转来。啊。到工头转来半个月。哦，我就看到是你和你们姑娘在家里面是吧？对的对的。好巧啊！上一次航拍了他们这里的视频发出去，竟然被他们看到了。看到嘛就算了嘛。啊，看到就算的。哎呀！你吃饭嘛？啊？吃饭嘛？起了，不管我。不管我起了。你们还种了好多考研呢？我们嘛这可以，我爸姐身体不好，都没整。哦。就是我姑娘带开车，我带对了。他开辆车把你带走了啊？给我的车。拽到哪里了吧？就是把腰给对了。腰给拽了？都手术了。哦，口皮有点破了。这是干创他40个奖。我的天。好危险。是有个好给动手术了，啥几个都没整好了，是到问是没好了。哦。我就是那位。不整啊，我不啊。啊？不整啊，我都不的。啥玩意烫不了，抓点烫的钱。抓点烫的钱。你这是哪个汤啊？这是自己做的吗？是啊。这是哪个汤啊？枫糖。枫糖来做的？耶，我还没吃过，我吃过，吃一块噻。还有这么辣啊？还可以这个味道。这个是枫糖加啷个做的啊？加面粉？糯米。枫糖加糯米做的？你这个汤吃起来可以。它也不是很甜哈。哎呀，阿姨这个汤做的不错，我感觉都可以卖了，这挺好吃的。当我自己送，这个拿给你。哪里3把9。看就管拿的锅上拿起了。送给你。你哪里钱？我带起来了的。你锅上又空了起了。送给你了，我把我的顺便带起来。这是天麻。我还有点枫糖拿的，可以枫糖啥？不，我看到你自己的枫糖。耶，你这个枫糖好枫糖。哎呦，推下舍不得，很舍不得撑起来那个。很受益哈。现在什么天气了？你们看看还是冻着的。阿姨太客气了，搞点他们家的蜂蜜。你们啷个会一家人住在这儿呢？没住在上面的寨子？我们是买的这不得了啊。买在这边的。我们把这个是到我们澳门公司投资呀。哪个时候买的啊？20年的。花了好钱买的啊？花了个5、6万。这儿5、6万买在这儿来？澳门给搞得这么土哎，都不是没的。我们只那个301还没有了啊。301还买的？有好多301啊？我们301跑有400多亩500亩。6万块钱就买的？好划算哦。有划算，这5、6万块钱只要拿多少？多少几十万？澳门都是这么拖路喽，是拖路的，他们不会没过路喽。我们在澳门做弟兄多啊，买了土地。你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多，没得土地的。对，看这停车场也好啊，房子也好，都没得这么热喽。哇，4、500亩301多哦。那个停车301就好买我们噻。301土地房子一下买。总共6万多。20多年前。你们还是有钱的哦，20多年前拿那么多钱出来。这一直都把人做活路了。一直在外面做活人哈。这边一切有钱就好。哎呦，这个阿姨，可以。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就是阿姨家的土蜂蜜，很香啊。走了这么久的路，喝一碗蜂蜜舒服多了。你要是说没钱钱吧？不住。他现在就他又不是他的钱，听到呀？是啊，现在我这个去了。没吃好些。你们姓哪个啊？他们这不是姓张，我们这国是姓周。花那么多钱买到这儿来？是啊，这儿不安。就是走路太懒得走的。走不凶。上面小小一来回给退回，一来有些接他们，还有个送茶的。你不接他不来？都不来。
哦。这东西还弄不来。哦。就背了。带起娃儿带不下来哈。啊。咦，我都佩服你们那个是2万多块钱买这个啊，6万多块钱应该在城里面都买到房子吧？这没用了，没用，我们没这房子了。他爸爸给全没了，不买好一脚了哇。那你们的老人那些是在那边哈？老人家的过世啦。婆家赶紧过世，娘家还给黑嘛。哦。几个过世黑。那你的娃现在都没出去过哈？我没有阿弟出去过一点。出去为这一个月买了喝了，说不说就回来了。这里啊，你不管种的啷个都麻烦哈。麻烦。弄不出去。你这点不是很有条件搞养殖吗？养牛啊，养羊子啊，些不是好得很吗？往羊子，我一直往羊子，我就去抢。没听懂。他往给死啊！你都望过羊子呢？望过，我们院子一层都是望羊子。全部没得了。不是卖的，他自己死的。是不是找谁咬的哦？不是啊，给人家去到公来狗，摸鱼啊，一狗，我一个人给15块。哦，狗咬的。都从我钱都我不去抢，东南西了都我不去抢，都没我。但是说我有几个牛，都没我样子了，有10几块，有3个水的，有7、8个房。哦，那你现在的牛都是垒在山上去了哈。大家看一下，他们那个房子是15住的，15住的房子我真的是第一次见，我没见过。我见过最多的就是12根柱头。你要干活，你也干会儿。我要不要吃饭去啊？不走，我不吃，不走。走了，我走了。这个鞋抓，就会做成那种小媒体下。不行了，不行。我今天要走。咱慢点啊。好，耽误你时间的哟。这小人。这个地方环境啊，真的非常的不错。这个阿姨呢也非常的客气啊，因为我在她家吃饭，一直都叫我吃饭。我想着她又要现煮嘛，很麻烦。然后呢，喝了一点他们的那个土蜂蜜啊，那个真的好喝。主要是这个阿姨她也要干活，所以呢，我不宜在她这里待得太久啊，影响她干活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她家这2条狗啊，它是属于那种缩头狗，它就在你身后，它也不出声，没准干你2口的话就得不偿失，所以我都不敢待得太久啊。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呢原先就在这里居住，没想到阿姨说的是他们家呢有5兄弟，然后没有土地种，那个时候呢又带着3个小孩，一家5口人呢，这个没有土地种呢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呢他们就用6万块钱在这个地方买了这个房子，然后搭上这一片4、500亩的这个山林土地。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呢，我的第一反应呢也是觉得他应该在城里买房子啊。但是这个在山里买土地买房子和在城里买房子呢，还真的不好说哪边呢更有性价比。很多时候的话，真的就是选择的问题。如果选择在城里买房，那你要想一下，那个时候呢，一个人在家带3个小孩，一个人出去打工挣钱来养活一家5口呢，其实也不可能剩得下钱。那么居住在大山里呢，最起码是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。你看，它有这么一片森林，现在呢养了10几头牛，一年呢也可以挣点钱。哎，朋友们，如果说给你一个选择题，一边呢是到山里买一栋房子和几百亩的山林土地，一边呢在城里买一栋房子，你会选择哪一边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峡谷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村寨，堪称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。虽然非常的遗憾，因为这个路太难走了，我不想下去。不过呢，我依然要把这样的美景分享给大家。
在贵州雾川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村主。这个村主呀，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山梁之上，两边呢都是峡谷阻隔，对面呢悬崖峭壁。要来到这个村庄呢，挺不容易的，要从山上经过这个山梁徒步呢，才能来到这里。而进入这个村主的小路呀，全是在这个山梁上。我想都能想到啊，徒步在这个山梁上呢，一定能够看到周围非常漂亮的风景。这个地方啊，昨天我经过这里才发现，当时呢因为是下午，所以呢没有办法下去，所以我就居住在雾川县城。第二天起来呢就往这里赶，大概的路程呢是40几公里啊。我们要经过葛老资源、龙潭古寨，然后开一些乡道，再过一些盘山公路呢，来到这个山顶上。这个山上呢种了大面积的烤烟，你还别说啊，看起来还挺漂亮的。就在这个山顶这一片烤烟基地呢，就有小路可以下到村庄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到这个山上了哈，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条小道到这个山梁上去。这一条路啊还真的是非常适合徒步，因为它整个呢都是从这个山梁上走，所以你步行在这个上边呢，真的是周围的风景啊一览无余。在这个峡谷深处呢隆起了一座山，对吗？而这个山间呢有一个巨大的石笋。这个地方如果身在别的地方呢，妥妥的是一个旅游景区啊。这边已经到了他们种的土地了，不过呢，看到大面积的土地呢都是丢荒了，没有种了。我估计呢，在村寨里边的人也非常的少啊。随着年轻人不断的离乡出走，这些土地呢全部是荒废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村子了，大家看看漂不漂亮？下方呢就是麻阳河，整个对面呢都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。那么站在这里呢，真的是可以欣赏到那种山水画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边有条河，对吧？那早上的时候呢，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有雾，那加上这些团雾，加上我们这个对面崖壁上这些一杠一杠的这些绿植啊。住在这里呢，真的是每天早上呢都能欣赏到那种水墨画般的感觉。这个下边有一家在养羊，这个路上呢都是这个羊走过的这个痕迹，而且养了不少啊，我估计得养上100头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路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足迹、羊粪啊啥的。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，这下边这一栋也可能没人住了。哎呦，那有条狗，我的天！你们说我敢不敢下去？哇，30条狗，我天！5条狗啊！吓死人！我跟你们说，4、5条狗，别过来！哎呦，你这个狗太害人了，走鸟！我说你这个狗太害人了，那个多，你们来我都不敢动啊！我来这里耍呀！哦，宝宝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真的看到你们都跑。你不过来，我都不敢动。我晓。你晓得你说生意上不是我们本地人啊？不是真意的。真的啊？嗯，我说走你们这儿下来耍会儿来，下来又遇到几个狗。在啥呀？是上面下来的，这边也走得过来。这过来去从阿米公路好了嘛？啊，这里走近点是吧？啊。哦，那边是通公路那儿了嘛？就是三门嘴通公路了。你们这边没有哈？咱们没有。主要这狗狗太深了是吧？
不是啊，这哈新区啊。哦，我这个保护区。啊。你在那儿没事的吧？宝宝，哎，你是？要了，等你说。歇哈儿吧，歇哈儿了。你养了那么多蜂子啊？啊，养蜂子啊，养羊子啊，养牛啊。你哪都干的有？蜂子、羊子、牛。啊。我看你这个养的蜂子不少啊，全都是蜂桶。养了几十桶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都带的有些。啊？我都带的有些。谢谢，谢谢，太吓人了，这几个狗。你们在贵姓呢？我们姓包。全部都是吗？嗯，是啊。这里有好多家人了。这现在基本上赶紧搬走了，只到2、3分到5了，原来是10几分。你现在是几个人在家呀？2个人。啊，就是我们养个姥姥。哦，你年纪不大耶？60几了。60几了？哈哈，人赶紧搬走了，又搬迁啊，有些出去买房子啊。你们没搬呐？没有，那个你搬不起了，搬一样，你50岁了，你下城头，你这活了又慢又了，你都要吃了呀。你吃你把舌头也是人家了。只能到这个地方住的黄埔子啊，狗养整的啊。你养的有好多羊子吧？100几啊。100几？牛呢？有10几个。然后有几十桶蜂子。啊。你要准8多回包裹。还要做100多回包裹。嗯。那不是包裹都要种10几亩啊？几十亩啊。几十亩，2个人种几十亩。啊。不得了喂。你说到这个地方你不能干就不能生活了哇，公路也不通啊。不是你2个人喂100多个羊子，10几个牛，还要种几十亩土地，还有几十桶蜂子。嗯。啊，是啊。我还真的是跑那么多地方，还没有见到过像你那么勤快的人哦。2个人做那么多。那勤快不行了，作为农村啊，是那说就不能生活了哇。你这个太厉害了，真的。几个小孩呢？要是3个，现在还有一个有2个上炕了，还有一个在读高中。哦，大2个已经全部成家了，啊，小那个还在读高中。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太客气了，又加税。真的嘞。你干活那个就是你们家娘娘啊？啊，是啊。咦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还要种那么多地。这里种地的地全是你们种的，应该。是啊。他们没有种地。没有。我有没有耽误到你干活儿？没有，哪怕你没吃饭了。早饭吃了的。有没吃啊？我就喊他来给你煮啊。不用，太客气了。你们是好多人吃饭嘛？10点钟就吃饭。我们早上起来就打个粥啊，去上打货路啦，才煮早饭，煮个胃了，有饭个吃了，又开始干活。还喂得有猪？喂2头猪会有。那我这个肯定耽误你时间了，你一天到晚应该没得那个时间休息的。休息啊，就以前你讲休息时间，我们就没休息过哎。干活干成2点钟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回来，就把牛啊一早起来就放出来了。早上起来就放出来，羊子到这2点钟的时候，我又要把羊子又放出来，羊子放出来，马上回来又干活。又反正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，5点钟的时候吃饭，饭个吃了，反正你就跳这后山。跳到后面就守到羊子呀，羊子来了就关头下。你干那么多事情，根本就没休息时间，哪里休息时间嘛？是啊。我来我都感觉耽误你了。没有，我看你属于老刚啊，这个叫班儿走你老刚啊，他就饿来抓。他凶得很哈。他就，如果你刚刚做了1把长假，他就回去就我头。哦，我没有缠他，我只是那个怼到不等他过来。我送点东西给你。中了。让我带起来的，就。客气不客气？我不耽误你干活儿，我不再耽误了你这些。不喝酒啊！我要开车，不喝酒。我喊他来。不要，你太客气了，你让他干活儿，不喊他，我走了，真的不耽误你干活儿。你为那么多养生，根本没得时间说的。没事，那我走了，我不能耽误你时间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太恐怖了。现在我都还心有余悸，5条狗。本来我想在这个下边多待一下，但是这个毛叔叔他们真的太忙了。你们想一下，种几十亩地，几十桶蜜蜂，100多只羊，10几头牛，他整天忙的都是马不停蹄的，根本没有时间玩。
所以啊，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在那打扰他啊。否则我一直在那里的话，那个叔叔又要叫那个阿姨回来煮饭吃，你想一下，这样就耽误人家半天的时间，不太好。这个村寨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有10几户人家都姓毛，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居住有100多年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只有2、3户在这里啊，除了这个毛叔叔他是养殖之外呢，其他的2户呢都是老年人在家，没有干活也没有种地，所以说整个这一片呢就他一个人在养殖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？因为他们这里啊属于麻阳河的核心景区，就是整体搬迁。那这个毛叔叔呢，就是说他年龄大了嘛，出去打工呢也不好弄，所以就在家里搞这个养殖。我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啊，我觉得毛叔叔他们2个老人呢，是我见到过的所有人中最勤劳的2个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慢慢的爬坡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重庆乌溪的南阴大峡谷，看一下这里啊，真的是风景如画。那个山呢，就叫做南阴山。然后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是，下面一条公路折返了好多弯，估计有30、40道弯吧，然后连到上面这条崖壁公路上去，哇，太震撼了！像这个公路这么急的弯，这么陡的坡，你让我去挑战的话，我感觉我都要打几个问号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峡谷啊，从我现在站的地方下去有1200米的落差。这个下边呢，东一家西一户的住了几家人。你看，其中这里还有一家自己独住在这个崖壁下边，中间是河流隔断的。这个公路真的是太牛了，我们从空中航拍的视角就会看到非常非常的险峻。我特别佩服修公路的人，我感觉修公路的时候都有非常的危险哈，因为你在上面修路呢，保不准啊有那种石头啊什么的往下面滚，下面呢又住着人家，所以说修这条公路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啊。即使是你用挖挖机作业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难度啊。假如说让你们来挑战一下，你们敢不敢开这样的公路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在重庆乌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内，我们发现了一条挂在悬崖上的挂壁公路，当地人称之为南阴天路。它是南阴乡周家坪村23户人家83个村民合力修建而成。整一条公路挂在15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，公路总长1200米，花了4年时间才修建完成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就来到了南阴天路这条挂壁公路上啊，看起真的非常的险峻啊！我带大家一起走过去体验一下。看到没有，对面这个崖壁好漂亮，是吧？这边呢就是南阴的大峡谷，那个地方像不像一道门一样，把这个南阴乡关在里面。这个下面的落差是非常高，如果说要到这个挂壁公路上的话，这边拐弯都要拐6公里多吧，才能到达这个位置。然后才能什么看到这个南阴天路啊。这个一到这个崖壁上呢，这儿就已经凿了一个孔洞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些石头全部是一点一点的凿下来的，可以看到
当初他们用这个钢钎、二锤、铁锹，是吧？慢慢一点一点的开凿这种精神，对吧？非常非常的震撼。哇，看一下这个车开到这个崖壁上什么感觉？这个公路大多数地方都只有3米的一个宽度，错车是错不了的。极个别的地方呢，它有修这个错车道，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啊！要你技术很过硬是吧？这个上面才能错车。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下面等于抠通了一条公路，相当于整个上面的石头呢是悬空在这里。整个公路就活生生的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给抠出来的。看一下下面，我真的感觉眼都有点花，太震撼了这条公路。从这个平原弄大约来这儿来不到人哈，2头修的没上，修完4年，个钢钎2水打的83个人83个人啊，还有这个这个扎警戒的，一家有前5个，还有一个炮工，有前几个，还有一个杀割的，有3、4个，我们只有70、60几个人修，就修完4年就修成了。啊，你就是周家坪的人是吧？啊，我就周家坪的我。啊，你也姓周哦？啊，你也姓周哦？我姓姜。姓姜哈。我们姜家我的5弟兄，我们就小一多半，我们占83个人，我们占43个5弟兄，后人占。我们小一多半。当时修的时候是2边从中间修是吧？2头朝当然挨上2头朝当头斗，不要说的，连狗蛋子从1、2、35年练起走23个人户，你练到那打打个比方，你我11，我修到二一个来接我的时候，钢筋吃来靠尾1张50块的毛绒，差一丁个都不行。就是在这条公路未修好之前呢，南阴乡的村民啊，他们出山非常的困难，要去赶集，要去赶无锡县的话，他都需要步行4、5个小时到一个镇上面去，再坐车到无锡县去，也就是来回的话，差不多要2天的时间，1天去1天来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在2001年的时候啊，他们眼瞅着呀，其他的地方通公路了，只有这里没有通公路。23户村民呢，就齐心协力的开始修建公路，修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，才把这个公路修通。那么当时这个公路呢，它是2边往中间打的，就是2边都有人在施工，在中间呢，把这个公路接到一块儿的。可能是因为当初起点，不太一样，对吧？那么所以搞得这个公路有一点点陡啊。你看这里上来，在崖壁上都修的比较陡的一个公路。你看，时不时的有车从这个崖壁上开过去。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，他们当时在凿这个公路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，人要挂在上面，悬空在这里作业，想想我们都觉得可怕。我们看到这个崖壁上这些一点一点开凿的这些印记，包括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当初打的那个炮孔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点一点的打这个孔啊，打这个孔洞，然后呢，加上这个小规模的雷管炸药来进行放炮，把这里边的这个石头呢，慢慢的抠出来。因为你如果说用的炸药太多的话，它就会炸的太多，有可能就这个公路就修不好。所以说整个施工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小心的，得慢慢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。整个公路一修就是4年零3个月的时间。现在这个公路通了之后啊，南阴乡的村民呢出行就方便多了啊。村里面的人呢，也有人办起了农家乐，办起了民宿，因为大家都到这里来看这一条公路嘛，看他们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，也是来学习一下。到这个地方来玩耍呀、旅游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。那么村里面呢，他们的出入呢也会是越来越多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发现对面那个地方啊，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那里。我们看一下，整一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这户人家的后山也是悬崖峭壁。看一下那个地方，好像还有在种地啊，我非常的好奇，什么人住在那个地方？我们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，下面是1000多米深的一个大峡谷，然后整个对面后面都是高耸入云的这种悬崖峭壁，包括这户人家所住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你们看一下，它的前方也是崖壁，左右都是崖壁，然后后山也是大崖壁，我都不知道这家人他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居住的，哇，太神奇了！只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路影一样的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那里，只有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他们的土地都还有耕种的什么东西，咱这个有点高，看不清楚啊。因为从我这个地方直线距离过去大概有2公里，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，要走到最近的公路的话，都要最少走2个小时啊！哇，太牛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户人家这个房子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个风筒，应该是在这里主要养蜂的。这个土地呢也有种起来，看这个房子都好像是这个玉米杆啦，还有什么东西拦起来的，只有一小个房子在这里，相当于可能就是一个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啊。哇哇哇！我们看到了一个人，看到没有？好像是一个大姐吧，好像是一个大姐。我就担心住在这样的山上会不会有豺狼虎豹什么的，因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神农架的一个边上，据说这个山里还有熊啊，还有猴子啊，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都有。就看到一个女的大姐住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她害不害怕。真的能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那种胆子超级大的人，你要让我一个人居住在这种地方，我估计我都不敢。不得不佩服这个大姐啊，一个人住在深山这里，还养了这么多的蜂，住在这儿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这种生活状态。哇，有很多人羡慕这种生活，也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孤独啊，又有很多人呢其实是害怕自己独处的。反正我个人参半吧，我也挺喜欢这种地方的，但是你让我一个人居住在这种地方，我其实也要打很多的问号。讲老实话，虽然我自己也是山里人。在重庆武隆的大山悬崖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洞穴。这个洞穴生长在半悬崖，里面呢有很多的木料木头，仿佛是有人在这里建房并居住过。当地人呢称这个为仙女洞，传说里面住着一个仙女啊。有时候呢会从这个洞中传来一些敲锣打鼓的声音啊，非常的神秘。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穴的对面，看一下对面那个崖壁上呢就是仙女洞，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非常的神奇，对面全部是悬崖峭壁，那个仙女洞呢就在上面这个小洞洞。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只有鸟才能飞得上来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碎石，它应该是就在洞中取材出来的一些碎石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边上呢还做有一个木梯子啊，这个木梯子也做得非常的粗糙，应该是上百年前的这个工艺了。这个房子呢也是做的这种全铆结构，它大概做的是2层，但是呢只是搭建好了这些主木料啊，并没有看到有装修过的一些痕迹，这就很奇怪了哈。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洞里面搭建这个木屋呢？搭建好了之后又没有进行装修，那何必呢？对吧？这个是一个疑问。第二一个呢，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里面啊？有仙女那肯定是不可能啊，这个只是村民的一个传言。那么包括村民说听着这里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呢，其实这个呢从现在的科学方式也能解答嘛，它是回音壁，这些岩壁的这个洞穴呢，它对这个声音呢是有一定的存储作用的。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个传言啊，就是说之前有一个小孩呢，在这个崖壁底这些地方放牛，每当到吃饭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崖壁角呢，就有人把饭给他做好啊。传说呢，就是这个仙女做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修了8辈子的福啊，能遇到仙女，对吧？这些呢，都只是一个传言哈。我更加关心的是，什么人会要把这个房子建到这个半悬崖？
而且呀，这个房子为什么只搭建了一个结构，没有进行装修？难道是他做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，还是说出了什么意外？咱们今天也无法去猜测。按照咱们正常的思维逻辑，既然要搭建这个木结构，肯定是要进行装修在里面居住的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又没有装修呢？也没有看到任何装修的一个痕迹，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啊。而且要在这个地方建这个木屋结构呢，他一个人他还真的没法完成。还有这个木料是怎么运上去的，一个人你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啊，不是某一个人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木料运上来，并且把这个木结构在这里做好，这些都是疑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边上还插了一个小小的5星红旗啊，我感觉应该是有人进去探险过，到底这个房子是仙女建的还是人为建的，又是什么原因建到一半就停掉了，它的木料又是怎么运上去的，这些都是种种疑问，你们来解答一下呗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啊，刚刚用无人机航拍，发现了这边有一户人家住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别提那个环境啊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所以我从这个山这里走过来，准备过去探访一下。他这边呢，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，所以呢，并没有通公路啊，但是这个进户路呢是通过来的。这个进户路呢，也是用这个水泥给硬化过啊，所以走起来呢也不带泥巴的，非常不错。你们很难想象吧？我的这个前方这一面全部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，这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啊。他这个地方呢，从公路的地方下来很快啊，几分钟就可以到他家里。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土墙，这个呢或许就是祖辈100-200年前住的那种房子，就是土墙，看看。我们走到这儿，其实看着还挺平坦，但是我们从空中看的话，其实还觉得蛮危险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个视角拉大了之后啊，前方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这个悬崖峭壁。看一下家里面堆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木材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。我这个在这里说话呢，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，是不是出去了？等于说大家看这个位置啊，它是一个椅子形状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户人家就相当于端坐在这个椅子上，环境非常的漂亮啊。而且你在外面你是不通过无人机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地方的。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还都是这个土墙，对吧？可能土墙的房子住的比较凉爽啊。这边堆了很多的木料。我们从这边进入正门来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个房子真是古老啊，最少是超过100多年的。这边这些是茅草栏吗？哇，石头房子，石头房子，朋友们，这个正儿八经特别原始的石头房子啊。而这个没有用任何的水泥，全部是用那个泥巴加上石头来修的这个房子。哇，真的很古老啊！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了。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材，然后这儿这种是什么？这个是风筒吧？他们这个石头房子竟然还有2层，对吧？还有2层。这儿有一个小磨，主人家不在吗？是不是主人家也出去了？哇，古石头房太漂亮了，这个簸箕都这么多个，大套小，小套大，就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，这里堆了一叠。这个土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？它是两边用板子夹起来，然后中间把这个土放进去，然后用那个棒头是吧，来一锤一锤的夯成这样子的。所以这种土墙其实它挺结实的，主要是住在里面呢是冬暖夏凉啊。中鸟，
有人在家没有？我天哪，又是没有人在家，不知道人到哪去了。这边这个是大磨啊，这个大磨它是磨粗粮的。你看地上很多的这个玉米籽儿，这都是磨粗粮的。它这个房子啊，就像是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我们从空中看去好像比较险峻，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，发现非常的平坦哈，非常的安全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，就像我们讲的那种世外桃源一般哦。看一下，春天来了哈，梅花也开了，然后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上，这个环境别提有多美。等到夏季的时候，咱们这个土里面的绿色的植物都长出来了，那这个地方会更加的漂亮哈。如果说给你一片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让你到这里来居住，你愿意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重庆武隆区羊角镇的望人堡，这个地名起得好啊，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。为什么到这里来呢？你们见过24拐、72拐，但是你们肯定没有见过36道弯吧？到这里来目的就是来看一看下方这个非常震撼的36道弯啊！我要到这里呢，已经开了100多道弯了。要从武隆区那边呢，从那个山上绕过来，我现在头都晕了，为的就是一睹我脚下的这个36道弯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真漂亮啊！对面就是悬崖峭壁，下边那一条路呢是这个白马镇到武隆区的一条公路啊。这条公路的话，大多数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。有的是钻隧道啊，非常的震撼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开车到这里来逛一逛。然后这一条盘山公路的话，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有36道弯。昨天我就在下面的江边啊，本来说我想在那里航拍一下就算了，结果呢，我无人机飞出来之后，500米之后还没有到这个腰部啊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又在这里住了一晚。今天呢，然后一大早的呢，就把车开到这个山顶来，在这里来航拍一下这段公路啊。它从乌江边上的200-300米的海拔呀，一下子抬升到现在我站的位置1000米左右。我在想啊，当初这些村民修公路的时候，应该是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啊。他们住在江边，要想出山的话，要翻山越岭，可能要走5-6个小时、7-8个小时，要么就是坐船啊。以前坐船可能也不方便，对吧？真的不知道他们修这条盘山公路修了多久才修成啊，非常的震撼。下面我们就从无人机航拍的镜头给大家欣赏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。更加神奇的是，这个天坑底部呢，还有几户人家居住，里面是不通公路的，公路只能通到天坑口，要下去呢需要步行。这里边几户人家呢，过着那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哈，仿佛就像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下去探访一下。这个公路呢是通到天坑口，那么我们要
下天坑呢是从这里有一个步行小道走下去啊。进入天坑的这个小道呢是有水泥硬化过的。这个天坑啊，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云南武德的那个天坑呢更加的宜居一点，因为这个天坑它是处于这个山上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坑呢，可能环境啊和这个宜居的程度会更好一些。我们来到这个天坑的半腰了，就可以看到这下边几户人家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地方有几栋的房子，而且天坑底部那儿呢还有一个洞穴。还有我们看看他们的那个土地，哇，全部是一条条的这个石坎给它垒好的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规整啊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几户人家呢，特别注重这个土地的维护啊。你看。这个天坑呢，其实也不小，看这么多的土地，我目测应该有100多亩的这个面积啊，就是天坑内部有100多亩的面积。这个地方住有2户人家，这个地方应该是2户，或者说甚至3户。水源也非常的充分啊，这地方还种了很多的这个大葱，特别是这一片土地，我看着特别喜欢啊。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土地规整的比较好的缘故，是吧？看起来就像这种梯田一样的土地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住在这个天坑底啊，很少与外界的人有纠纷。为啥呀？它这个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啊。天坑底就是这几户人家的。我们从那个口子下来，这儿比较容易走，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下来啊。所以来这儿还挺轻松的。这白菜的边叶上都看到好多的这个虫孔，不打任何的农药啊。住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，吃着原生态的这个菜，对吧？耶，大哥。啊？你在哪来的？在外地外面来的。吃饭没到？哦，谢。带煮炒哈。哦。你们这儿住的有几家人啊？我们的3家，那边有2家，我4家人。这个里面住5家人。哦。搬到了上面去，有10几家人。原来这里面有10几家人。原来10几家人。你那个3栋是通的吗？它不通，都是一个娃娃。就是一个康哈。就是一个坑。水呀，它不消下去啊？那没得水的。这里面没得水呀？这没得水了，很干了的。万一长洪水啊，这里面遭挨到。都没得好大水。没得好大水的。没得好大水。你们在这里面住了好多年的？那个中间的我是住好多年，我们家爷爷都是93岁才死，他都说的从他晓得以来，都从他晓得哈，他背了都是以前从祖母那些了哈，我们都晓得吧，他背了他们父亲啊或者那些都得了黄色的。可能几百年了。都是都几百年了，那都是不晓得哪辈人在那住，都不晓得哪辈人在住。对，那都是不晓得。他是啷个原因在这里来住的也不晓得。那他不是没谈，还不是不晓得。还是他说的是以前哈，从过去来讲呢，他们说的都是说的像江西奇迹哇。那个搬到那边来的。江西奇迹就到这儿来的。都在那边来的。哦，你们这里面贵姓啊？我们那儿是姓张。姓张，都是姓张嘛？都是姓张。那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嘛？有那种他是属于搞富商那种过程，那都是那边兄弟。哦。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用水泥来搞的啊，都是从上面北极下来搞的啊。都是贴那个把那个背下来。咦，修个房子都不容易哈。这不容易啊，把我2个都是就在这地方哈，都修，用不这样的哦。都搞1年当员工。都搞1年。搞1年哈，但你一天吃饭都加是个背沙呀，和背那些装壳壳呀，背接下来，沙和石等背下来的，根据1年干，我2个都不搞那个。
就搞这2杆房子住1年。都跟那2杆搞2栋都。你都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是吧？他有时间了就出去干，搞几天。到白马镇去干。要不到处跳过，哪喊嘛有去自己天，哪不喊嘛有点远去住屋头。白马镇干活儿花钱挺啊？白马那些像你就捡起来了些，调都很钱啊，100多块钱天啊。这几户人家呢，在这里面居住其实已经超过200年了，因为刚刚那个张大哥说了，他爷爷93岁才过世，然后他爷爷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。我估计他们天坑里面这几户人家呢，是整个这一片区域最早的人家了。大家知道啊，几百年前呢，这个兵荒马乱的，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呢，就找到了这个天坑呢，作为一个庇护所。可能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啊，在这个地方一居住就是几百年。大自然啊，真的是鬼斧神工。我在贵州大山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棵巨型的白菜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能吃的白菜啊，是这个村庄中呢冒出来一个石柱。你别看我们镜头中看着呢它不大，但实际上它有100多米高。更加神奇的是，我们环顾整个村庄的四周呢，没有发现第2个石柱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哈，真的非常的神奇。这个大白菜呢有100多米高，那我们注意看一下这里的山形，整个周围都是这种大山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村庄呢，实际上它是建在了这个山梁之上。那么正好呢，在这个地方冒出来一个石柱，有那种剑指苍穹的意思啊，非常的奇特。这里呢，其实以前还开发过景区啊，看看这里环村呢修有这个木栈道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年久失修，都是特别的陈旧了。带大家呢下来看一下。其实要跟大家说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啊，要想就是一直都人流很多呢，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难哈，因为它的看点呢各方面啊，其实就集中在这一个石柱身上，再加上这个地方呢也比较偏僻，所以说呢，要想把这个乡村整个和这个旅游结合起来呢，说实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。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遵义市道真县的石笋村啊。如果想来看这棵大白菜呢，
导航石笋村呢，就可以来到这里。这个地方呢，修有一个观景台，在这儿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石柱笋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亭子，这个亭子呢，感觉已经是腐朽的不堪了，那个木料都碎成这样了，包括那边那几个柱子也是，感觉站在这个亭子下面都有一定的危险性。这个广场中间呢，有一尊塑像，上面写着张国老。这个张国老是不是八仙之中的张国老，咱也不知道啊。如果是八仙之一的话，那就是倒骑驴的张国老嘛。他为什么跟这个石柱笋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也不知道，是不是他倒骑驴来到这个地方，发现这个石柱笋非常神奇，在这个地方又修炼了几百年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任何的记载，咱也不知道。尤其是咱们这个视角看去啊，确实就像一颗包心的大白菜，很像啊。咱们现在呢，可以来到这颗大白菜的这个脚下啊，可以环这个石柱走一圈，因为它这里建有这个小道。这个还真的是挺神奇的，是吧？就在这个土山之中冒出来的。这边呢，这个崖壁上呢，你看以前还装有灯，对吧？可能是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。哇，这边他们放了好多的风筒，这个风筒放在这里呢，可能有这个蜜蜂啊来。哦，这个地方只能走到这里啊，走不过去了。我们看一下下边的环道啊，它其实是当时应该弄这个景区的时候也花费不少啊。这个是环村的一个栈道，而这个栈道的长度应该是也修了好几公里长。这边过不去啊，我们走另外一边看看，那边好像有个观景台。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石柱笋前方的观景台，这个上方呢就是石笋村啊，整个村庄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。然后站在这个石柱笋这里呢，就感觉有没有俯瞰河山的这种感觉，非常之震撼啊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！就像这一棵石柱笋，整个周围方圆几公里都是这种土山，只有在这个地方呢，冒出来了100多米高的一个石柱笋，你们说神奇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棵100多米高的石柱笋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